好，林欣怡这是代表赖清德去参加 APEC 回来了啊，要报告结果哈。那他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我们如果强盛啊，我们就不需要看人家脸色了啊。说是全民努力提升了台湾的能见度啊。那另外呢，这次据他们认为说，从进去一路都受到韩国的打压，说是因为中国大陆施压啊，所以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外交部说呢，从接机到合照，说这是变本加厉，更严重哦。那他们后来去跟韩国抗议，透过各种管道，韩国才放松这种打压哈。那另外呢，明年现在担心明年，因为明年在中国大陆举办，所以呢，今年在韩国都受到打压了。那明年在中国举办，那台湾会不会受到打压？林欣怡说，国际不能没有台湾的声音跟参与啊、哦，所以呢，世界需要我们，需要台湾啊、哦，所以不应该打压我们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司长孙司长说呢，说我们跟理念相近的会员共同努力，说中国是做出书面保证，保证不会打压我们啊，来吧啊，我们只会平等待你们啊。那么另外呢，说日本跟中国每年都有个民调，哦，叫做日中共同舆论调查啊。那传出中方叫停，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不满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去见了林信义，我觉得这不满是没有道理了。对啊，对不对？哎，我们以前也是代表，还可以见习近平呢，还在打招呼。就算现在比较低档一点，但是都是会员嘛，对不对？而且这不是以国家的身份，他都是会员的。那既然都是会员，我们也可以去参加。那日本新的首相要见面，大家寒暄一下谈话，这有什么不行呢？哦，因为他说怪他在 X 上还发表了这个照片了，真的，我觉得都很正常啊。哦，会员之间见个面有什么问题呢？哦，好吧。另外呢，说我们在爱沙尼亚这个要设个代表处卡关，为什么呢？我们希望用台湾代表处。那爱沙尼亚坚持台北，不管什么代表处，它的什么中心也好了什么的哈，就是我们也台湾，他们说台北，说搞了2年，说为什么呢？我们说以前在立陶宛都可以啊，波罗的海不是3小国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嘛，3小国，那立陶宛可以，为什么爱沙尼亚不行呢？那就是说，因为立陶宛这样用台湾以后被大陆制裁，结果呢，当时没成功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大陆去制裁整个欧洲、整个欧盟，所以德国什么就很生气，你们搞什么啊？哦，那所以这次大陆很精准的，就是我只制裁你爱沙尼亚，不去惹怒整个欧洲。我记得以前大陆驻法国那个大使也是，对不对？哈，法国有议员要到台湾来，他就骂人家，写信骂人家等等，人家就火大了，对不对？就是说你说他每个国家有他自己外交上的独立性嘛，哦，你可以去影响，但你不能去干涉人家哈。那好吧，所以呢，日本说北京叫做惩罚进化论，原来是全面对欧洲施压、欧盟施压，现在要精准打击爱沙尼亚，所以爱沙尼亚就怕了。我们看一下。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一句话总结这一次 APEC 成果，第2度代表总统出席。林欣怡说，总统交办的3项任务圆满达成，但台湾明年还能顺利参加吗？因为主办国轮到中国。我们是 APEC 的会员，我们应该平等有被尊重的对待。APEC 这样重要的国际场域、经贸场域，不能没有台湾的声音以及参与。世界需要我们，需要台湾。重申台湾重要性，外交部也补充说明，去年已向大会提出立场。明年中国举办的一些原则，都达成了共识，中国也做出了承诺。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遵守他的承诺。只是凡事只怕万一，毕竟今年虽非中国主办，却也传出韩方原拟不派中央级的官员接机。我们是27号晚上，得到这样一个消息，我们马上就展开了各方面的联络。像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我们经常也 always 都在处理。我们不管，因为我们也无法查证，就是说中方在背后是不是有打压，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给韩方方面极大的压力。好在最后该有的规格没有少，而林欣怡这一趟虽没像去年一样和习近平打招呼，但成功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的确，比起跟中共国家领导人会面，高市跟林欣怡笑得更灿烂。
来，这晚会。我觉得这个林信义用这个花落盛开蝴蝶自来来说明这一次参加 APEC 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我觉得也是给予正面的这个肯定啦。老实说，他这一次去当然跟这个贝森特跟这个高市早苗都有一些会谈，而且时间也都有几十分钟哦。那尤其跟这个贝森特的部分，我觉得贝森特对于台湾模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哈，所以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里面谈到，就是说林信义跟这个贝森特谈的时候呢，贝森特问得非常巨细靡遗，然后林信义还称赞这个贝森特非常的细心。我想是他们非常想了解我们这样怎么样弄出这样的一个产业聚落，然后台湾的一个具体做法是怎么样子从国家的层面来协助企业的部分哦。那但是回来看哦，就是说我刚刚特别就是说，其实这个记者会里面有2个外交部的官员的发言呢，我觉得他们想要释放一个讯息，就是这次去呢，确实受到这个中方的一个打压，这样的一个讯息是要凸显他们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非常的一个努力了哈。那我觉得在这个外交的场合里面，其实老实说，中国对台湾的这种每次的这些小动作，从来没有少过，从来没有少过哈。那我觉得这外交部长期以来应该也都在努力的一个部分，倒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花这么大力气？不管我们讨论，不管就是说，这个日中的这个民调呢，因为我们跟这个高市早苗见了面之后申辩哈，或者是说有关这个爱沙尼亚设这个办事处卡关的部分呢。我真的觉得还是要回来看了我们的这个赖清德赖政府在跟这个中国的一个关系里面哦，其实从蔡英文时代到现在，我真的觉得是降到冰点哦。那只要每次两岸有一个有交流的机会，包含前阵子这个蒋万安蒋市长要办这个双城论坛里面哦，相关的一个卡关哦，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发言，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政府在对中国的一个态度上面，其实跟对美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哦。那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对美方的部分就是严重的倾斜，好，但是对中国的部分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说要交流，但是实质上并没有实质的一个交流。目前看起来了哈，台湾跟这个中国这边的交流其实还是以民间为主，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希望强调，就是说在中美强权的这个竞逐当中，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哈，我自己看就是说。这一波 Round One 哈，就不管是关税啊各方面的这个中美的这个竞逐，其实他们2个也谈出了一个结果，最后就是中国掐住了美国的这个川普的脖子嘛，就最后他这个稀土啊大豆，他就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个管控。所以我觉得回来说了哈，我们台湾自己在这个里面的角色，我们自己到底把自己放在哪里？到现在其实我们的关税都还在刚刚前面这个知恩讲就暂停键，对不对？我们在暂时性关税的状况，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2大强权的竞逐当中，我们台湾的角色上可以不要过度的倾斜。是，台湾跟爱沙尼亚的关系其实非常好哦。近年来，就是台湾跟欧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那我想这一次卡在这个地方，其实当然也是因为我相信爱沙尼亚对于这个台湾这个名词，其实他也是有所期待的，他就直接拒绝就好。那唯一卡在的地方就是中国持续的打压。不过中国打压我们也不是1、2天的事，是持续在各种外交场合里面都要封杀台湾对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关联。但是我想久了之后，大家也都会知道，其实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就是中国，所以大家都会希望说，在某一个程度上，在实质的外交上面帮助台湾，所以台湾跟爱沙尼亚之间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互动的实质关系。像我们跟爱沙尼亚的关系有一点像哦，就是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外务，一个敌人在外面。那台湾面对的就是中国的侵扰，那爱沙尼亚面对的就是俄国的侵扰。所以在这个前几天，就是我们台湾就有这个我们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就有特别飞到这个爱沙尼亚去进行一些他们的这个国防智库的一个演讲。那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台湾面临这个中国的这个灰色的这个侵扰啊，这个战机或战舰都会跑来台湾就绕台这个状况，到底要如何解决？然后如何去分享这个现在的这个状况？所以代表说，其实台湾跟爱沙尼亚这段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只是说碍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力打压，他们不敢讲话。不过并不代表他们跟我们没有交流。所以台湾持续在各个国家之间大概就有类似的状况。那我们也看到，基本上威权国家就会互相学习、互相帮忙。所以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合
合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不管是在军事上，或者说甚至是在这个经济上面的互相贸易、互相的这个关联，都非常的强大。那台湾当然也是要去跟其他这样子被打压的国家建立一个关系，那互相的知道说，怎么面临这种小国面临大国的这种侵扰，怎么样可以互相协助？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共办的关系。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非洲猪瘟，猪农父子涉登载不实，羁押禁见，抓起来。法院为什么把他裁定说可以把他关起来？因灭证据，罪嫌重大，而且还串证。对啊一方面把证据给消了，父子还串证，他父子当然串证，然后呢罪嫌重大。哦，说为什么？这有那么严重吗？说呢，厨余说厨余是祸首啊。据说是他们都没去煮了，就是你厨余要煮嘛，要煮1个钟头，90到100度左右，还要搅拌，要均匀啊。就像你微波炉，你热东西，如果你有些不搅的话，有些地方热，有些地方不热，微波炉就会这样。何况那么大桶的厨余，对不对？你有个地方不行，细菌或病毒在那边就没有死嘛。然后呢，他们根本就没煮，或是煮的这么时间不够，然后呢也不报，反正就各种虚假啦，所以呢，现在呢认为他们是祸首啊。那另外呢，中央有这个疫调小组结论，第一个呢，只有发生在这个无期这个案子，而且呢是单一来源，没有什么太多，就是厨余，没有蒸煮，没有落实而且没有扩散的迹象，很担心扩散，现在没有扩散啊。那另外呢，同样这个发生事情这个厂，它有些是用厨余，有些是用一般的饲料的。用厨余的死亡率就39.3%，用一般饲料的死亡率就2.5%。同样一个厂就表示没有用厨余的死的就少很多，所以表示意思说从厨余来的啦而且呢，说他现场有2桶瓦斯，半年都没用完。如果你天天要煮的话，你怎么可能半年没用完呢？你搞不好2个礼拜就用完了，半年都没用完，你根本没煮嘛，根本没煮，要省那瓦斯，而且省工了所以农业部次长杜文珍说呢，到现在为止没有波及其他的养猪场。如果真的这样，真的是刀天之幸，对，真的感谢，否则的话，那个太容易，那个病毒太容易传染了那另外呢，相关的第1层、第2层这些相关，另外中央又加了一些养猪场，就附近的养猪场都是阴性，都是阴性。所以他们昨天讲，现在最喜欢听到就是阴性那另外呢，说可能是越南移工的厨余它有几种，一种是很多船在外面，船上现在很多用的是，对，也是用的就是不管是台湾船不是台湾船，用的很多外国的这个船员，他们会喜欢吃本国的东西越南很喜欢，比如那个佛很好吃，对不对？就是生肉，我们开水烫一下就是了。那你有没有烫熟呢？那个猪有没有问题呢？像这都是问题。船员的厨余要拿下来处理它不能丢到海里但有些可能丢到海里理论上也要处理另外，台湾很多越南的劳工、移工很多他们喜欢吃家乡东西那这些吃了以后，这东西怎么来呢？一种是合法来的，一种是走私来的，都有可能台湾这个海岸线那么长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说，厨余的烹煮、上传的记录都可能造假所以呢，他们认为是在这个地方来的那陈时中呢讲的话是逻辑不通了他说，如果是从边境来，不会只有一家养猪场他只有一家养猪场，他的意思说不是边境来的否则的话不会只有一家。你说因为只有一家，所以边境来稍微牵强。别人如果煮好就没有事了嘛。对对。同样，这个厨余，对不对？假定说有分到3家去了，人家如果真的好好煮100度，煮1个钟头，甚至煮久一点，病毒就可以没有，所以才要煮那这是没煮嘛。所以陈时中这逻辑是不通的。你自己想通吗？不通，他不能说只有这一家，所以不是从边境来。当然也有可能从其他地方来，你现在都不知道了。但如果从边境来，如果他好好煮，也不会有这个事情就是没有煮嘛，没有好好煮都骗人嘛。所以呢，沈正南意思就是说，那你就像当时你讲的什么3+1破口查不到一样，什么边境就不是这个逻辑不通不过
陈时中说已经过病毒潜伏期，已经超过爆发20日。我想呢，希望了过了潜伏期，好像这几天7号，现在大家在7号了，很久没吃猪肉，对不对？哦，我昨天去弄头发，弄完以后旁边有个温州大馄饨，我朋友吃一碗大馄饨都会要一个那个猪耳朵，对，昨天就没有了，对，就没有了。白切都没有了。那馄饨是虾肉，不是猪肉，所以呢，馄饨还有猪肉馄饨就可能就没有了，哦，可能就没有了。好，我们看一下。非洲猪瘟爆发满2周，案例场无期猪场运送病死猪到化制厂的3联单出现数字落差，疑似遭到涂改。加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疫调推测病毒最有可能来自未落实蒸煮厨余，继续追查，发现诚信猪农从7月上传一次厨余资料后，就再也没有更新。检调3号搜索诚信猪农父子住处，并约谈猪农父子及台中市养猪协会诚信、苏姓司机等4人到案。检方认为诚信父子涉嫌伪造死亡猪只单据，4号凌晨依行使业务登载不实罪嫌，向法院声押诚信父子获准，养猪协会2名司机讯后请回。这波疫情病毒在上个月21号首次验出阳性，25号确认为非洲猪瘟。诚信猪农当时表示，因为自己不会使用网络系统，才没有按时更新蒸煮厨余资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该案场的蒸煮设备只是摆好看，没有落实蒸煮厨余，导致病毒扩散。台中市环保局则表示，已经改用每日视讯连线及录影建档方式，严格管制猪场厨余。来人。我觉得，如果说只是限制在无期这一家，那大概全民都会真的是鼓手欢庆啊，因为真的是很多人很久没有吃到猪肉。高雄啊，猪肉摊都开始卖水果了，好不好？很快就去批货。然后呢，我们最爱吃的那个欧北菜，那个黑白切也全部关。所以说，你看这个影响很多，因为台湾人还是以吃猪肉为大宗嘛，特别是在南部，大家种田。对于牛来说的话，大家是比较有对猪比较是可以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控制在一个地方。不过这可以凸显出几个事件呢？第一个，如果说这个案主他造假，那未来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因为他从头到尾为了隐匿，因为他很害怕这个事情被揭露出来，万一是真的是被认定就是说他这是有违法，那他未来真的不是只有说他们家养猪场关门，而且是一定要负上一个刑事责任。第二个，到底全国要不要再使用厨余？因为目前为止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个争论。虽然有很多的地方已经完全不使用厨余，而且目前都很安全，但是你是不是要拓展到未来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是有很大的空间哦。而且厨余未来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让大家目前为止闹得最沸沸扬扬的，我们当然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到此落幕。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整个占据最大的版面反而是中央跟地方彼此口水的互杠。连陈时中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撇清，这不是境外，因为境外就是中央的责任。只要一中央的责任的话，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可以来做不同角度的操作的话，那中央可能也要负起很大的责任。那地方来说的话，他当然要力守他们地方里面来说。虽然我们都认为台中市政府在第1、2的时间当中，对于农业局、对于环保局他们的说法反反复复，大家觉得是有点觉得你是不是可以一次把它讲清楚？但是今天发现原来是我们这个案主他是隐匿，但未来这样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那这个责任的归属，我觉得都可以从这次的猪瘟的事件当中，大家都可到一个教训。但是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的话，目前连从国外进来的人，在我们的地方又受到很强烈的一个检疫的，以前只要拿一张牌子就可以分的不同的路线这样进来，现在是非常加倍的一个检查，害很多人转机都不行，也开始在骂台中市政府。所以这样的一个口水之战，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暂时休矣。厨余到底要不要继续使用？边境到底要是如何？还有呢，如果说案主真的是假匿情报的话，检调该什么时候要立即来做侦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从这件事情得到最大的一个教训。这边有一个就是地方环保机关执行厨余再利用养猪的情况，10月30号调查到10月5号执行期间呢，大部分养猪的县市都是执行率100%了啊，新北市66家都查了啊，台南12家查了，台中36家查了。那屏东当然比较多了，有98家，屏东县只查7%，只有查7家，只有查7%，哦，太少了哈。屏东是养猪大县哦，所以这个赶快大家还是要这个落实一点哈。那农业部长陈俊基说，未来3天是关键，还是不许厨余养猪，还有3天吧啊。那3天以后呢？那厨余会不会再出问题呢？也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了哈。
那另外呢，农业部说要解禁要3个前提，第一个呢，全台湾434个场用厨余养猪场都要好好的蒸煮。第二个，以后蒸煮的影像要及时上传，不能事后再传，当时煮当时就要传。400多家，多少人在看呢？那个有没有看呢？可能用抽查，你怎么看？怎么看？你400多个，你对啊。第3个呢，就是说呢，都完成这个工作以后呢，才考虑继续这个能不能继续用厨余养猪所以他现在呢，虽然解禁了以后，可能厨余还是暂时不准去养猪了那另外说呢，这个因为10月7号就有可能解封还有3天所以呢，到底这个防御要怎么做农业部说还在考虑要再升高那另外呢，台中就是这个乱去这个消毒的副市长呢，这个叫做黄国荣，他说呢是动保处的故宫自己做主张，没有叫他去清，他就去清了，以前都清。他自己跑去清是不能清的，为什么他要保留那个现场，要去检查到底还有没有这个污染所以呢，农业部部长就很生气，说卢秀燕是指挥官为什么这个动保人员会误解来，这个伟山怎么看？说实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真的非常生气，也代表台中市政府的失能啦。其实发现这个事情之后，你所有的疫调等等其实都是很多资讯都是不对的。那我们当然是要去究责。那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到这个时候要吵架，而是本来就是一个责任政治。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就要去追溯。最主要是这个真相的查明。可是我们看到连很多提供出来的，包含什么3联单等等的，其实现在连资讯可能都是错误的。那也代表说台中市政府真的是失灵，而且第一时间你就是没有去掌握这个状况，拖了这么久，你才正式把这个检体送到中央去检验，拖了这么多天，造成这个病毒可能会外流到其他地方，这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个事情其实大家真的很生气。我也认为卢妈妈会因为这个事情，对于她未来可能要争取总统大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门槛因为真的是全台湾都很生气那我会看到这一次还是因为这个猪农就是没有去把这个厨余好好的煮一煮。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全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县市也都应该要共同来做一个防疫。像新北市前几天就被我们抓到说有猪农到现在还在偷用厨余，所以这也代表说地方政府在检验上面真的还是要多多的加强。这个时间点既然已经爆发，那大家就要一起来防堵这个病毒，才有办法有助于让这个病毒可以完全的被杜绝在台湾。继续再回来。